Hello Hello，欢迎回到3分钟热度塔罗频道，我是佐助，欢迎你们。Hello，我是晶晶，大家好呀。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来录制的话题是来自直播的时候一位粉丝的投稿，我们的问题是领导欣赏你什么？然后我们这边已经选好了3组，这是第一组，这是第二组，这是第三组，然后大家就默念这个问题，选择你最有感应的一组，我们后面见吧。Hello Hello，欢迎选到第一组的小伙伴们。忘记了给世界牌打个码。你们选到3张牌卡是这一张，然后我这边抽到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死神、正义，还有一张需要打码的世界牌。那我先来讲一下我的想法吧，因为我们这边一上来就是3张大牌，然后刚刚和晶晶老师讲说，哇塞，这组牌的朋友在领导眼里绝对是栋梁般的存在，就很器重或者是很看重。然后那我一一来讲解他欣赏你什么。首先，如果你是搞创意这种背景的，那我觉得你的领导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人，你看事情能看到很细微之处，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就是甚至一些幽暗的人类的情绪，你都能把握得住，能找到很好的洞察。那如果你是搞什么法律之类的背景，那你的老板觉得你真的就是天生干这一行的，就是你很会这个秉公办案这个样子。然后同样的，因为就是前面讲到的，哪怕是创意行业更看重的这种对人性的幽暗的把握，在其他行业里，或者说在我刚刚举例的这个法律背景的行业里，也是很吃香的嘛。就是你能看到很多细小的东西，然后你又心中有一杆秤，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然后就是很正义、很公正这件事情，他老板是很欣赏你的这个特质。那或者是再泛一点，我们就不举例你到底是怎么个行业，就任何行业背景下，我觉得刚刚讲的这2种特质，其实对不只是老板欣赏吧，就是作为一个人类的品质来讲，其实都是值得欣赏的。那如果只从老板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这边再结合这个世界牌，还会觉得是说你老板真的很认可你的能力。就是有一种你这个人，本身是很有责任心的，交给你的事情的话，就你不会搞砸，而且你也会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事情。就有的人会把公司的事当成公司的事，就是分得比较开嘛。但你老板会觉得你做事情的话，就是交到你的手里，你就认定了这是自己的责任，会一路把它给做下去。所以这种持之以恒的态度，这种责任心也是老板很欣赏的。那以及这边又有死神又有世界，我会觉得还有一种很优秀的特质是，老板会觉得，你本身是有那种很强的那种改革的精神的。那再说的，在你个人的这种职业发展程度来讲，我觉得你老板甚至觉得，你其实没有必要再给他打工了，你完全可以自己出去单干这个样子，因为他觉得你的能力，就是你的职场能力以及你的人格品性都已经很圆满了，你完全就是有资格自己出去闯一番自己的天地这个样子。他觉得你在他手下其实没有什么要学的了，就是。所以我就说前面为什么讲说你的老板真的还蛮看重你的，或者说很欣赏你的。他欣赏你的都不是某一方面，而是你整个作为一个人类的存在这个样子，对，很器重，很器重，然后那再落地到一些细节里，比如说带项目什么之类的，他会觉得是说你做事情是有始有终的，然后有的时候你甚至也可以去自己挖掘客户，然后自己就是成立一个项目之类的，或者是说有些东西已经被拖成一笔烂尾账了这种东西，但是你也有能力去让它起死回生，或者是说你有办法让一些别人可能一直拖了很久的东西，能够让它快速的砍掉，及时的止损这个样子，就是你有一套自己很好的判断的能力。然后这是做事上，然后以及人际关系上，我觉得你老板也会很欣赏你的，因为这边正义它代表是个天秤座的能量嘛。那天秤座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还是会比较为人处事的话，就是有点像端水大师的这种感觉，都不会过于得罪某一方。所以你领导也是看到你说在职场上，除了工作业绩之外的一面，就是他也比较欣赏你是说能跟大家都能达到一个好的这种交情，但也不是说那种很油滑、很油条的那种，只是说他觉得你这个分寸把握的很到位。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欣赏的点。那我这边大概就讲这些吧，然后我们让晶晶老师分享一下她的想法。好的，我大概跟左老师想的是很像的。我觉得这3张牌是能够看出你的这些能力的。就除了刚刚左朱老师讲到，比如说
推翻重来的魄力，或者是说去清除过去的击中，就是有点击中难返的地方，但是也让你给扫平荡平了，就是有一点开荒拓土的那种感觉的一种魄力。然后呢，做人做事也很公平，人很讲道理，守规矩很有契约精神，我觉得这也是很难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张世界牌我觉得你的老板其实很欣赏你，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扛事儿的人，就是你就像用一己之力扛起了整个土地，因为世界牌它会有一种，因为我们说土星嘛，然后它会有一种自己的，就是在你的内部系统，就是把一切都循环的很好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一个人就可以运用你自身的能力资源，然后去把这个事情给完成。所以这3点其实是你老板非常非常欣赏你的一个地方，而且如果你同时具备这3种特质的话，我感觉谁不会欣赏你呢？你可能我觉得像抽出这3张牌的人你可能我感觉已经是一个至少是一个小领导或者是一个合伙人这样的角色。然后你呢，可能比如说是从总公司被调去分公司，或者是说咱们就是集团要去成立新的办公室，或者去外地成立开设新的分公司，那你可能就是被老板选中派去外地去开设新的分公司，然后去把外地的这一份事业建立起来的这个唯一的人选，因为你的身上具备了这种去开疆拓土，然后又去建立秩序，然后去打下规矩，然后并且把一切都运行起来，运行得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能力。我感觉你现在其实如果不是这种的话，甚至感觉你已经在单干了，就是你已经离开你的老板了。然后如果问你的老板如何欣赏你什么，可能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这样一份事业，就是干活或者是去成就事业的这样的一种特质的欣赏。这可能是我小小的一个补充吧。是的，因为这边的能量还是比较集中的，我们也没有特别多的可能性去分享，就是大写的2个字，就是欣赏，欣赏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成熟的工作者，对。然后如果再补充一点细节的话，那我也会觉得是说，你这个人就是即使能力这么大，然后能扛的责任也这么大，那我觉得你老板还很欣赏你一点是你没有说那种特别爱抢功，或者是就是有点张扬那种，这种性格你没有，就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沉稳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你老板所欣赏的一点，就是你的能力虽然很强，但是你没有特别的张扬，以及你就是那种事情来了我就去做，然后但我也不会主动的去显摆是说我有多么的厉害，或者是说这边有什么事情我要救火怎么样之类的，你没有，你就是一个很稳重的一个很成熟的这样一个角色在。我觉得这一点老板也是蛮欣赏的。好，那我们这边就没有太多的补充了，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希望给第一组牌朋友一点启发，我们下个话题再见了，拜拜。拜拜。Hello， 欢迎第2组的小伙伴们，你们选到的参考牌卡是这一张，然后这边已经帮你们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皇帝的正位，皇帝的逆位 ，sorry， 然后力量的正位，然后权杖3的正位。那我们先请晶晶老师讲一下他的想法吧。好的呀，我觉得这个牌还蛮有意思的。首先这3张牌无论怎样它的火象的能量都非常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首先你的老板还是挺欣赏你是一个拥有生命激情的人，就是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说完完全全是在 for 工作或者是做项目做事业上面，它有一种对你这个人本质的一种关于生命的激情热情和行动力的欣赏，我觉得这一点在我看来还是蛮明显的。第二呢，就是我们来看这3张牌，我觉得皇帝逆位，然后包括力量牌吧，这2张牌其实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挺欣赏你，首先你能够比较直面或者正面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去流露你自己的脆弱，不被这件事情所怎么说为他感到害羞或者害怕。但是力量牌呢，他又觉得你能够自己去处理好你所面对的这些情绪上的困难，或者是说
因为生活的一些真正的困难所带来的情绪的问题，他会觉得你既是能够去流露出来，能够去表达出来，又能够用你自己的能力去把这个东西去处理好，达到一个平衡。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你自己觉得没有太特别，或者是怎样，因为你会觉得那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特别是在职场里，这不是一个应该的吗？但是其实可能在你的老板眼中，他会觉得你能够做到这种地步，然后去怎么说呢？再加上他知道你面对的困难是怎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他会觉得能做到这样真的是很难很难。然后他对于你这一点其实是很欣赏的，他会觉得你很厉害，就是你能够做到这种地步。然后最后呢，其实我觉得力量牌加上那个权杖三，他其实还是挺欣赏你勇于不断出发，不断去挑战困难。这个困难可能是比如说工作上的困难去给你一个新项目，然后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新项目可能都很难，困难重重，甚至你要去到远方，去到外地，要经常出差，但是呢，你都会很自信的，或者是说很有能量的去答应下来，并且甚至把它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很欣赏的，就是无论是你的行动力，还是你的知识，还是你的做事情的勇气，然后或者是说做事情的一些方式方法吧，他都还是挺欣赏的。以及最后权杖三这张牌，其实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一直在出发的，然后要奔赴外地，去奔赴远方的一个形象嘛。我会觉得它对于你这种能够不断去出发、不断前进，甚至是 never settle 的这种感觉，这种心态也是很欣赏的。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包含在我最开始说的对于生命的激情这件事情里面。我觉得甚至有点像指示牌卡，就是他能够看到，因为我突然看到了这张指示牌卡，他能够看到你的内在的这团火焰，然后这团火焰它在外在的表现可能，比如说可能是一些情绪情感的流露，然后也可能是对于未来对于远方的不断的追求，哪怕可能现在已经足够好了，你依然有这么一团火焰在燃烧。我觉得你的老板是能够看到这一点的，然后这一点也是其实他自己非常非常欣赏的。好，那我的想法跟晶晶老师差不多，我就说几个关键词好了，因为确实像晶晶老师开头所讲，咱们这边那个火象的能量很强，又有白羊，又有狮子，然后又有权杖三这种很纯粹的火的能量，所以我会觉得，以及这个画面嘛，橙色、黄色，就是这种很明亮的感觉。他应该是很欣赏你是一个很明亮的人这个样子。那么具体一点来讲的话，比如说他能看到你身上的野心，那这种野心不是那种是说很有进攻性的，然后非要什么建立怎么样的丰功伟业的那种进取心，而是他知道就是你不会被当下的一些事情给满足，就你内心里有一团火一直在燃烧，这种感觉能够驱动你不停的往前走，去取得你认为重要的成就。这是他比较欣赏的一种野心。然后以及这个皇帝的逆位和力量放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他其实能看到你身上的那种很强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装出来的信心，而是一种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有哪些脆弱，但是依然对自己这个人充满信心，是这种真的信心，而不是装出来的信心。这也是他看到的，然后也是他比较欣赏的你的一个特质。而且以及他会觉得，就是你做事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因为咱们这边力量来讲的话，你就是手上的事情交给你去做的话，你确实能够把它做完的嘛，就不论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多少的阻碍之类的，但是你不会就是说，不行，太累了，我放弃了这个样子，不会有这种中途退出的这种想法。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欣赏的特质，就是他还是比较认可你办事的这样一个能力的。那这边然后又有一个权杖三，权杖三就像刚刚晶晶老师讲的，你会一直就是往前去，有一个很强的进取心。那我也是觉得是说，你的老板可能也看到了你想，或者是你已经在尝试多个不同的平台也好，然后形式也好，
就是他看到你一直是有一个新的目标，然后去驱动自己的，那这一点他也是蛮欣赏你的。就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更倾向于有一个铁饭碗这个样的类型，但是你的老板欣赏你的是你不会就捧着一个饭碗就一辈子就待在这里了，而是说看到你身上有那种我要尝试新的东西，然后也真的付出行动去做的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一点也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因为权杖三它有那种漂洋过海的这种能量嘛，所以可能咱们这组牌的朋友有一些是比如说去外地打工或者甚至出国之类的这样的背景的话，那你老板也比较欣赏你这一点，就是你蛮有魄力的，就是你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迁徙，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打拼，或者说你即将去到一个另一个地方去打拼，那他觉得这种魄力其实也是比较难得的，也是比较欣赏的这个样子，对。然后这边再看还有这个，我觉得还有这个皇帝的逆位和力量逆位又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咱们这组牌的朋友是一个小 leader 的话，那你老板觉得你其实蛮会带队的，你带队的方式不是那种是说我一定要树立权威，而是你真的拿出一定的技巧，然后你会因人制宜，就是你带不同的人，然后能够针对不同人的性格特质能力，然后去发挥他们最大的用处。所以这一点就是你用人的这个能力，我觉得你老板也是比较欣赏的，就是觉得你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小 leader 或者是大 leader 怎样之类的，这一点也不错，那我们这边就看到这里，晶晶老师还有补充吗？我这边也没有补充了。好，那我们第二组牌就解到这里，希望给你们一点启发。那我们下个话题再见啦，拜拜。拜拜。Hello，欢迎选到第三组的小伙伴们，你们抽到的参照牌卡是这一张，然后这边已经帮你抽好了3张塔罗牌，分别是星币2的逆位、宝剑4的逆位，还有一张愚人的逆位。那么请晶晶老师先来讲一下他的想法吧。好的，我觉得这3张牌其实在我眼里，它指向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老板其实挺欣赏你这种不管不顾、不做平衡、敢于冒险的精神，甚至这个冒险的精神可能在别人或者大多数人眼里，它代表着一种鲁莽。然后或者是一种过界，会让人觉得好像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去做事情，或者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踩出了边界吧，就可能比如说公司或者项目或者比如说甲方乙方的要求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你会跳出这个要求去给一套新的规则，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它可能会指向失败。但是其实我觉得就像是上面这张指示物，你有一种目光如炬，就是你老板会觉得你有一种目光如炬，你总是能在90%的失败的可能性里找到那10%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得，比如说不做平衡，就像星币2这张牌，不去平衡各种各样的规则条件，甚至是现实的情况，也不深思熟虑。就比如说宝剑4这张牌，想很久，然后谋定而后动啊，不是的。然后甚至我觉得愚人逆位这张牌，他觉得很多时候他欣赏你的是你去做事情的时候那一股凭着本能或者是怎么说呢，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灵感或者 sense 去做去拿出的一些行为，甚至是去做出的一些判断。因为我觉得这3张牌它都指向了一种判断的规则，就是比如说这个规则它需要去考虑到双方各方的利益，去考虑到多种的现实的情况，以及去考虑到大家的精力，无论是甲方还是乙方的精力或者是说就像我刚刚说谋定而后动，或者是说这个判断的规则是我们得去看看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没有前景，它前景的话它需要付出的代价或者是付出的努力，或者这条路到底是好不好走，它要通向哪里，这些它其实都是我们在可能日常的日复一日的普通的生活里工作里面去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判断拿出一个行动所需要的规则。但是可能他所欣赏你的就是你其实不去做这些规则的权衡，你直接就去凭着本能去行动了，而这种行动呢它的确是冒险的甚至有非常大的风险的，
但是似乎你的这个本能和行动，或者是你自己内心的这个判断标准，也经常会给他很大的惊喜，会让他觉得哦，原来真的还有这样一种就是别的路径，或者这样一种别的可能性去达成。所以我觉得你老板最欣赏你的就是这样一点，就是一种他可能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结果就是很不一样，很冒险。然后如果用理性来思考是没有办法打出这样结论的一种东西，这是他所欣赏你的。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看法，我们听听左珠老师的看法吧。好呀，我的大致观点和晶晶老师一样，就是我也会觉得你老板很欣赏你一点，其实是，我再延伸一点，可能是一种很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就是就像宝剑4这张牌里，它有一个精神窗口一直在，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考量利益，比如说像性别2这个样子，他考量一些很现实的。收入问题，或者是说家庭事业平衡问题等等等等，或者说背了房债什么之类的，对吧？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现实上的压力，那有些人可能就因为现实上的压力就做了一些妥协。但是你老板很欣赏你的一点是，你做事情没有那么去考量现实的那些阻碍。那些利益的纠葛，反而你更注重的是你的精神窗口。就比如说，你认定了一个信条，对你来说是不可侵犯的，是你的最高优先级，那你就会誓死去捍卫这个信条。那你在捍卫这个信条的过程中，就是你做事情也会像刚刚晶晶老师用了一个词叫越界嘛，就是可能一些人会觉得是说，随便举例子，不要顶撞上司，或者是不要跟客户吵架什么之类的，但可能在你这里，你的那个信条高于这些别人考虑的那些常识，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要守住这些常识，但你可能就觉得是说不，我的这个精神理想信条最重要，为了它我可以打破一切规则。那这一点，这份胆识，这份纯粹的理想主义的这个精神，这种不为世俗的利益所裹挟的这份精神，他是十分之欣赏的。然后以及你本人而言，也是有一种很灵动的感觉。就是咱们这个愚人，它代表是一种天王星的能量嘛。我觉得天王星的能量，它本身一点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怪，不理解，就是觉得，哎，这个想法怎么那么抽象，或者说为什么突然就做出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做事举动。但你的老板其实蛮欣赏你这种与众不同的，他就会觉得是说，哎，你竟然能想到这一点，或者说，哎，你做事竟然能够这样另辟蹊径，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还是蛮欣赏你这种很多元的，很。甚至有点偏门的这种思维方式，他觉得还挺有趣的，也是一种欣赏。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会觉得这个宝剑4的逆位，它有一种你认定了一个事情，然后你觉得它是有价值的，哪怕是当下你所处的环境它没有那么支持你去做，甚至是说你可能就是生病了，你的身体不允许你去做这个样子，就是现实种种可能会限制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认定了这个事情需要在此刻完成，那你可能真的就是拖着病体去做这个样子，或者是说打破种种这些限制，就是一定要面向把这个事情做出来这个样子。那你老板其实也看到你身上这股韧劲在的，也觉得是很欣赏的这样的特质。对，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这边没有更多的补充了啊，我就会觉得还有一个小点吧，就是这个星币2和这个愚人。老板应该也是觉得你是一个情感蛮丰富的人，可能一般的职场里没有那么欣赏，他们会用情绪化来做这种有点稍微污名化的词来去形容嘛。但我觉得你的老板其实是很欣赏你这种情感丰沛的这样一个特质的，他会觉得这个特质反而是能够帮助你在你所从事的事业里取得更好的成就，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对他，这也是他欣赏你的一个点。那我这边看到大概就这些，没有更多的补充了。那我也没有。好，那我们第3组就解到这里，然后希望对你们有点启发，我们下个话题再见，拜拜。拜拜。